角田去年积分被摁在地上摩擦这件事已经是人尽皆知了，但他同时也打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记录，那就是在同一个赛季 90% 以上的时间都在同一支车队的情况下落后队友高达388分。如果把角田还没去到大红牛的澳大利亚站和上海站去掉，那他也比维斯塔潘少拿了345分，依然打破了 F1 历史上队友之间的最大差距。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F1 队友之间的差距究竟能有多大。1、2号车手之间差距巨大，应该是红牛的传统异能了，因为 F1 队友之间最大积分差距这个记录的榜单上前5名都是红牛的。如果硬要说角田有2场比赛跑的是小红牛，那前5名里红牛也占了4个。2023年维斯塔潘和红牛横扫赛场，汽车人拿下史无前例的10连胜，全年22场比赛只有3场没拿分冠，胜率高达 86%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佩雷兹能做的其实不多。那个赛季结束后，他落后维斯塔潘290分。2024年佩雷兹陷入职业生涯低谷，迈凯伦在下半赛季强势崛起，维斯塔潘的优势一点点被蚕食。佩雷兹在上海站之后更是一个领奖台都没有，最终落后维斯塔潘285分，黯然离开红牛。2021年佩雷兹让大家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在阿布扎比对汉密尔顿的防守，但其实他整个赛季下来落后了维斯塔潘 205.5 分。红牛的另外一位4冠王维特尔也把队友按在地上摩擦过。2013年彻底和队友韦伯决裂的维特尔开着火星车 2B9 拿下9连胜，领先韦伯198分夺冠。和2023年的维斯塔潘一样，就算没有队友，仅凭维特尔一个人的积分就足够让红牛拿下车队总冠军了。再往后是2018年的梅奔，汉密尔顿加冕5冠王，而博塔斯只排在积分榜第5，落后汉密尔顿161分。要说最能体现队友积分差距的数据，其实应该比较百分比差距，因为年代不同，积分规则也不同。在分站冠军只有10分，前6才能拿分的年代，不太可能出现150分以上的积分差距。佩雷兹和维斯塔潘差距最大的一年，也拿到了车队总积分的1/3以上。在这个条件之下，维斯塔潘的岳父老皮奎特才是对队友最狠的那个。1981年老皮奎特积50分拿到第1个世界冠军时，他的队友赫克托·雷巴克只拿到11分，只拿了老皮奎特总积分的 22%， 车队总积分的 18%。1983年老皮奎特以59分成为双冠王时，队友帕特雷西只拿到13分，也是老皮奎特总积分的 22%。 在队友分差的记录榜上，红牛统治了绝对积分差，而莲花则统治了百分比分差，前5有4个都出自于莲花。双冠王吉姆·克拉克在夺冠的那2年都碾压了队友。1965年吉姆·克拉克积54分夺冠，领先只有10分的队友44分，差距达到了 82%。 1963年吉姆·克拉克同样有54分，而队友特雷弗·泰勒只有1分，差距高达 98%。 1970年约亨林特成为了唯一一位在离世之后被追授世界冠军的车手，他在倒数第4站蒙扎的排位赛中遭遇事故，不幸丧生，但他还是积45分成为了当年的世界冠军。队友约翰迈尔斯只有2分，差距达到了 95.6%。 1972年老飞地帕尔迪开着革命性的莲花 72D 赛车积61分夺冠，而他的队友大卫沃克1分未得，只有1次进入前10。沃克也成为了 F1 历史上唯一一位在队友赢得世界冠军的赛季里自己1分未得的车手。我把这个记录的详细榜单放在这里，如果有需要，大家可以暂停截图。